不能把鸭子赶下去。赵叔，如果鸭子下塘，我刚种的藕苗就得死去。闪开！鸭子是我的命，为了你那些破藕，让我家鸭子没东西吃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沈燕，叔最近手头紧，家里鸭棚的水发臭了，借你这塘子养几天鸭子。村里的赵满仓是出了名的滚刀肉，遇事别硬碰硬，吃亏的是自己。赵叔，我这塘刚下了藕种，您这几千只鸭子一折腾，藕苗怕是要被祸害完了。没事，鸭子能吃多少东西？就当给你这塘松土施肥了。更何况你这塘800亩地，空着也是空着。行了，就这样子决定吧。等鸭子下了蛋，叔给你送几个尝尝鲜。这800亩塘，藕种钱7万，人工费1万，肥料钱8000，加上2个月的心血，全部搭进去了。爸妈在岭南打工，攒了14万块钱支持我回乡创业。我没法告诉他们实情。这赵满仓父子的光辉事迹可不少。去年把鸭子进老孙头的稻田，把快抽撒的稻子祸害光。老孙头闹到村里，最后反被讹了300块。他儿子赵小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父子俩你惹不起。要是实在熬不住，就去镇上住几天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不能走，走了，塘就真废了。隔壁赵满仓把鸭子全赶我塘里了，有什么办法能治他？硬的不行，来软的，明天来我店里。养殖场专用的肉鸭高蛋白饲料。喂这个有什么用？鸭子既吃不记打，你天天喂它好的，它就认你这是家。普通稻谷算什么？吃惯了这个再吃别的就觉得没滋味。饲料里加了诱食剂，谁喂跟谁走。爸，我没听你的话，你说别硬碰硬，可我得把这些鸭子喂熟了，喂得他们只认这个塘，不认那个姓赵的。抢吧，吃的越多，离他越远。120块，买一个开始。又来3000只鸭子，吃得太快。你这量加的比我想的快，不够他们抢。第3次了，这回多拿一袋，省得你老跑。鸭子现在认识了，到点就来浅滩等。你那藕塘还能撑住吗？撑不住也得撑住。你看这鸭子在你这塘多精神，你省了打药钱，我家鸭子吃了虫，这不是双赢吗？天刚被鸭子踩烂了，雨季一来，这段塘地非他不可。昨天刚围上的铁丝网，今天就破了口子。终于来了吗？真晦气！沈家那小子真是个怂包，赵满仓把鸭子赶到他塘里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还是大学生呢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鸭子只认吃的，稻谷剩大半，饲料抢光。第20天开始，鸭子们出现了明显的挑食。我家那些鸭子最近不爱吃家里的食，喂的稻谷吃几口就不吃了。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可能塘里小鱼小小虾吃多了，
嘴刁了。不应该啊，好东西吃多了，糙的就咽不下去了。鸭子下蛋怎么样？别提了，以前一天7、8百个，现在只有4、5百个，蛋壳还薄，一碰就破，邪门了。回去，给我回去！老赵，你家鸭子不认你了。满仓，称，翻了天了！哪个缺德玩意儿偷我家鸭子？让老子逮着扒了你的皮！老赵，大早上嚷嚷啥呢？我家鸭子少了80只，肯定是让人偷了。少了就少了呗，说不定跑哪儿玩去了。偷你家鸭子干嘛？又不值几个钱。怎么不值钱？一只鸭子7、80，80只就是5000多，够我喝1个月酒了。我家你鸭子天天在他塘里，怎么偏偏丢了？赵叔，你要怀疑我，尽管报警，让警察来查。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再也不会回你那个棚了。何书记，沈燕肯定在塘里下了什么药，害我家鸭子都不服管了。沈燕，你老实说，你没在塘里动什么手脚吧？何以？我能动什么手脚？就是喂喂饲料，看看塘。没有就好。赵满仓的人要是抓住把柄，能闹翻天。赵满仓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把鸭子赶到人家塘里，现在鸭子都不认他了。沈燕不吵不闹，倒把赵满仓的鸭子给收服了。我看啊，赵满仓最后只能把鸭子低价卖给沈燕，不然一点好处都得不到。我承包了800亩塘，本来就可以搞立体养殖，鸭子吃虫、粪便、肥水。既然鸭子已经认了，不如留下来。浪子，我准备把鸭子留下，搞立体养殖。赵满仓要么把鸭子低价卖给你，要么就看着鸭子在你塘里，自己一点好处得不到。2选1，他能怎么选？你什么意思？想把我家鸭子占为己有？赵叔，鸭子现在只吃我喂的饲料，你要是能把它们赶回去，我二话不说，棚子拆了，算我白扒。沈燕，我寻思着这鸭子在你这儿也挺好，你要是真想养，就给我点钱，我把它卖给你算了。赵叔想卖多少？1只100，3000多只，一共30万。市面上的鸭子7、80一只，你这是2手的，30块一只，8万块一口价。你也太黑了！那就算了，鸭子在我塘里我也不亏，他们帮我松土施肥，挺好的。行，8万就8万。购入鸭子3000只，支出8万元，藕塘损失约8万鸭子，市值约20万，饲料等支出约9000，总计损失约9万。账还没算完，才刚开始。以8万块钱的低价盘下这3000只鸭子后，我知道赵满仓绝对不会咽下这口气，但没想到他的报复来得这么快。燕子出事了，上游饲料厂的生成线检修，加上前阵子暴雨封了省道，高蛋白饲料断货了。我店里的库存只够你喂2天，最快也要1个星期才能补上。
这3000只鸭子的胃口早就被高氮饲料撑大了，一旦断粮，它们不仅会掉坯、产蛋量断崖式下降，甚至会因为饥饿重新开始疯狂啃食刚刚恢复生机的藕苗。这几天藕苗刚抽出新的腐叶，绝对经不起第2次摧残，得找替代品。普通稻谷不吃，菜叶子没营养，还有什么？这是酒糟，这东西越堆越多，处理起来费钱又费力。你想要，给点车费拉走就行，我全包了。酒糟3份，花生麸1份，水葫芦碎屑2份，按这个比例搅拌均匀。等24小时。哎呦，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！买不起好料，开始给鸭子喂垃圾了。我看你这3000只鸭子，不出3天就得饿死一半，到时候你求我都不买。你给他们喂的什么？酒糟、花生麸、水葫芦。燕子，你行啊你！研发酒糟复合饲料，成本下降40%，鸭群增重显著。看你能得意多久！闸口被堵住了，没有活水进来，不出半个月，水质恶化，藕要烂。周朗，我藕塘闸口被堵了，你帮我在镇上买一台大功率的柴油抽水泵和工业水管。堵我的进水口，赵满仓，800亩的活水不止你门口那一条。孙大爷，能进去坐坐吗？孙大爷，我现在的藕塘规模变大了，需要人手，每天帮忙捡鸭蛋、清理鸭棚、拌饲料，1天150块，现结，中午包1顿饭。我还想请王婶和其他几个在村里口碑好、干活利索的婶子一起过来帮忙，您看能不能帮我牵个线？沈燕，你等着，明天一早我给你把人叫齐了。人家沈燕喂鸭子是有讲究的，什么蛋白比例、发酵饲料，咱们听都没听过。1天5，中午还管饭，比在镇上打工都强。抽水泵日夜不停，雇来的村民热火朝天。赵满仓，你想看我渴死，结果我这儿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赵满仓虽然暂时偃旗息鼓，但我心里的弦一刻也没有松懈。他那个儿子赵小彪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沈老板，咱们这3000只麻鸭已经够忙活了，你咋又弄回来一群鹅？这玩意儿吃得多，脾气还大，稍不留神就拧人。孙大爷，鸭子是用来生钱的，这50只鹅省来的保安。鹅的领地意识极强，听觉比狗还灵敏。晚上塘边要是有个风吹草动，还是你们大学生脑子活转。燕子，这是你让我帮你买的4套太阳能红外线监控摄像头。购入安保白鹅50只，监控设备4套，支出3800元。备注：防御体系升级。真不错，鸭子不仅适应了塘里的环境，还每天准时在浅滩集合等候投喂。
来了。彪哥，真要全倒进去，这可是白草混着迪沙县，这一桶下去，别说他这几千只鸭子，这800亩藕塘里的活物，估计连个泥鳅都剩不下。少废话！我爸因为这小子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他不是牛逼吗？他不是能用饲料抢我家的鸭子吗？老子今天就让这800亩塘变成一滩死水！倒！我操！什么东西？哎呦我的腿！赵小彪，大半夜的来我的塘边喂盐子。谁呀？你少血口喷人！老子就是路过，路过。还是说你想试试投毒毒破坏生产经营罪能判几年？带着2桶剧毒农药路过铁丝网，监控录像我已经实时备份了。刚才你们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我已经报了警，镇派出所的警车15分钟后就到。你呀！沈岩大侄子，叔求求你，你去派出所签个谅解书吧。小彪他就是一时糊涂啊，你要是让他坐牢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赵叔，当初你把3000只鸭子赶进我刚下种的藕塘，踩断我满场藕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这半年几十万的心血会毁了？如果昨晚不是我装了监控，不是我养了鹅，今天早上这800亩塘飘满死鸭子和死鱼的时候，你会来这儿哭着说你糊涂了吗？你只会躲在家里拍手叫好。你回去吧，法律怎么判那是巡捕和法院的事，我不接受私了，更不会签什么谅解书。6个月，够他想清楚，有些事不能碰。还没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回叫饭去。安保防线生效，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0万元。今年第9号台风梅花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，中心最大风力17级。气象台已连续3天发布暴雨预警。800亩藕塘，3000只鸭子，一旦水位暴涨，孙大爷、王婶通知大家，今天工资翻倍，咱们得跟老天爷抢时间。沈老板，你说怎么干？孙大爷，你带人南边低洼口口垒沙袋驻防洪堤。各位，时间不多了，今晚之前南堤必须筑起来。放心吧，沈老板。再高半米不够。每隔1小时巡视一次。不敢睡，不能睡。孙大爷，带人过来，南堤快顶不住了！快往下递沙袋！得道多助。如果当初我像赵满仓那样刻薄，今晚这塘绝对保不住。快，往这儿填！快！风雨过后，必定是晴天。统计下来，全村的庄稼都不同程度受灾，唯独沈燕800亩几乎没损失。
何以，这些东西分给受灾重的孤寡老人和困难户吧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谁遭了灾都得帮一把。沈燕，我代表村里谢谢你。沈老板，早啊，早啊，早。人家沈老板是真有本事，又是台风又是暴雨，全村的糖就他家没事，还给受灾户发砚，这心胸比不了的。800亩苗完好，3000只鸭子健康，收获人心。台风带来的不仅是降水，还有周边农田里被风雨裹挟而来的害虫虫卵。高温高湿，它们迎来了爆炸式的繁殖。燕子，这可坏了，这是藕瘟啊！以前村里种藕遇到这情况，只能赶紧撒敌百虫或者阿维霉素，得下猛药，不然不出1个星期，这几百亩藕就全烂在泥里了。不行，此时塘里不仅有3000只鸭子，我还刚投放了鱼苗，一旦使用高毒农药，虫子是死了，但这套脆弱的生态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，鸭子和鱼会大面积死亡。不仅血本无归，残留的农药还会让我的藕变成劣品。大学生读书读傻了。我看他这800亩塘最后只能收一堆烂树根，老天爷还是长眼的。李教授，对，藕瘟，化学农药不能用，我这套生态混养刚建立起来，生物防治完全可行，异色瓢虫对付蚜虫，中华泥鳅、专区和底栖害虫，你那个塘的条件很理想。孙大爷、王婶，咱们今天不打，咱们放兵。怎么可能？蚜虫越来越少了。防治支出1200元，收获一套抗风险极强的生态混养系统，以及未来可期的高价值泥鳅护产品。燕子，这天反常啊！村西头老张家的几亩水稻已经旱死一半了，主干渠一天就放2小时水，根本流不到咱这儿，上游村子结得干干净净。喂，是供水站吗？什么时候放水？全县都在抗旱，农业用水实行严格配额。你这800亩藕塘面积太大了，你自己想自救。哎呦，大学生，看这塘底都要见天了，心疼不？叔早就说过，你这年轻人做事就是太急躁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这是县里大名鼎鼎的钱老板，专门做农产品统购统销的。钱老板可是个善人，听说咱们村遭了好旱灾，特地来扶贫的。沈老板吧，年轻有为啊。不过农业这碗饭不是光靠死读书就能吃上的，现在天时地利都不在你这边。我听说你的塘子快见底了，钱老板有何指教？我这人喜欢雪中送炭，我在上游的陈家沟承包了一个废弃的工业水站，那里连着地下暗河，水源充足。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我保证每天给你这800亩塘子供水，直到秋收。钱老板，这雪中送炭的炭卖的可真够贵的，秋季出坑的莲藕市场至少3块5一斤，你合同上写1块2全包。这3000只用发酵饲料喂出来的高品质肉鸭，你按普通病鸭的收购价30块钱一只强行回收，这哪里是扶贫，这是趁火打劫啊！沈燕，你别不知好歹，现在除了钱老板，谁还能给你弄来水？不出1个星期，你这塘里的藕全得烂成泥，鸭子全得渴死，到时候你求着卖1分钱都不值。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，但在现实面前，骨气换不来真金白银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就算你求我，这价格还得再降2成。赵满仓显然是在我这儿吃了大亏后不甘心，联合了外面的黑心渠道商，想将我彻底绞杀。只要我签了这个字，我这半年的心血不仅白费，
还会彻底沦为他们赚钱的廉价代工机器。孙大爷，村里以前遇到大旱都是怎么找水的？早些年村长带着大家打过几口井，但咱们这片地下岩层层厚，打出来的都是浅层水，抽不了几天就干了。要想管饱你这800亩塘，除非能打穿那层200米厚的青石板，抽到底下的深层荷香水。可是那成本太高了，一套设备下来得大几万，还得找专业的勘探队，没人敢冒这个险啊！但我没有退路，我手里的流动资金只剩下不到4万块钱了。如果要打深水井，至少还有2万块的缺口。狼子，帮我个忙，借我2万块钱，再帮我联系县里最靠谱的钻井队，要能打200米深岩层的那种重型设备。燕子，你疯了！打深水井是赌博，万一200米下去没水或者出水不够，你这钱可就全打水漂了。那钱老板的事我听说了，大不了咱们今天少赚点，跟他低个头。不可能！我要是今天低了这个头，以后在这个村里，阿猫阿狗都敢来踩我一脚。我要把命脉攥在自己手里。行，你小子就是个犟种。钱明天一早打你卡上，钻井队我今晚就去托关系，明天连夜开进村。单纯抽出下煞水灌溉还不够，我必须在水源和藕房之间建一个缓冲净化的生态过滤池。燕子，大伙儿都听说了。赵满仓那老王八蛋跟外人合伙欺负咱们村里人，这口气咱们咽不去。这几天大伙儿不要你的工钱，你说怎么干，咱们就怎么干。孙大爷、王婶儿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挖一个阶梯式的生态过滤池，深层地下水抽上来后，先经过这3个池子的日照暴晒、过滤和氧化。最后再以活水的形式缓缓流入藕塘。趁天黑动工，避开赵满族的眼线。开始吧。100米了，什么都没有。3天到了，沈燕。我听说你异想天开的在打深井。哈哈，别做梦了，这片地底下是整块的死岩。怎么样，这份合同现在只能按市场价的2成签了，签了我马上水车过来救你的命。大学生赶紧签了吧，再晚一会儿你这堂子就真成乱葬岗了。师傅，底下情况怎么样？岩层太硬了，钻头磨损严重。沈老板再往下打，可能要价钱精深钻头了，而且不敢保证能出水。你还打吗？打，换钻头，就算把这地壳打穿，我也要看到水。通了，打穿青石板了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。水是真凉啊！快，把水引进过滤池。钱老板，看来我的骨气不仅换来了真金白银，还换来一口永不干涸的泉眼。你的雪中送炭还是留给别人吧。钻井工程及生态过滤池建设支出6万5千元，负债2万元，获得独立深层水源，抗旱级别达最高，彻底切断被外部渠道商卡脖子的风险。
你这个立体养殖搞起比单纯种藕赚多了。全程喂高蛋白饲料，鸭蛋个大，比普通鸭蛋卖的贵。一到年底，鸭子也能出糖。收购商提前订好了，货还在塘里就被订完了。这蛋黄红得透亮，往镇上送，比普通鸭贵30%都抢着要。800亩生态藕塘，无农药，散养麻鸭，深层地下水灌溉。这就是沈家生态藕塘。小军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大家别买，这家塘里都注农药。大家别买，这家塘里注的咕农药。什么生态散养都是喂激素催大的，鸭蛋吃多了致癌。我是他们吞的，这人为了赚钱心黑着呢。塘里的水都是臭的。燕子，这可咋办？咱们清清白白的东西，硬生生被他们一张破嘴给毁了。越是苍白的解释，越绝对的事实面前，所有谣言都是纸老虎。王婶儿，去把孙大爷他们都叫来，今天咱们不发货了。咱们开直播，各位网友，最近关于藕塘的传言很多，我不想解释，我带大家自己看。如果有剧毒农药，这塘水养不活泥鳅；如果有激素，这生藕我不敢直接下嘴。清者自清，东西好不好？眼睛不骗人。赵叔，你想用谣言毁掉我的口碑，却阴差阳错成了我最强的反向营销推手。这不是县里最大的批发商李老板吗？他怎么来？李老板，你别光看他的，也看看我的，我这也是散养土鸭，吃有机粮长大的。这位大哥，我做的是高端供宴，你这鸭子不行。李老板，这是我的第一批肉鸭，请您过目。沈老板，你这货色绝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养殖啊！哎呦，赵满仓这脸丢大了，人家沈燕那鸭子是拿高拌料喂的，他这个什么剩饭剩菜吧？沈老板，我陈建民做生意讲究一个实在，第一批肉鸭我按高于市场价1成收购。另外，我这里有一份明年的长期独家供货合同，你的鸭子、鸭蛋、莲藕，还有塘里即将上市的鱼，我全包了。合作愉快，沈老板，往后咱们就是长期合作伙伴了。你要是能保持这个品质价格，咱们每年都可以谈。何姨、周朗、孙大爷、王婶还有在座的各位，没有你们就没有这800亩藕塘。台风那晚跳进齐腰深的女水，用身体顶住沙袋。打井那几天，大伙儿不要忘挖过滤池，被人在网上抹黑。王婶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着急，我沈燕欠大家的都在酒里了，干！燕子，我们给你干活那是心甘情愿，你让我们这老农民知道，种地也能种出学问，也能种出体面。对，当初赵满长把鸭子赶进你塘里，我们都在背说你怂。现在想是我们眼拙了。你不是怂，你是心里有数。沈燕，我当了这么多年村支书，见过少回村创业的年轻人，你是头一个把800亩塘子从死地里救回来的。村里有你这样年轻人，是咱们村的气。来，大家一起敬沈老板一杯。不仅把多的损失填回来了，还有盈余。爸，账结完了，赚了。干得好，靠，没白费你这几个月的心血。才刚开始。你们知道吗？沈燕那小子是靠抢我的鸭子发的财，那些鸭子本来是我的，他用了阴招给鸭子下药，才把鸭子抢过去。老赵，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人家沈燕那鸭子是怎么养的，全村人都看着呢。你那鸭子是怎么死的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。赵满仓，你说人家抢你的鸭子，那我问你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把鸭子赶到人家塘里去？人家是求着你去的。
哎，大家接着聊啊！我给你们讲讲那晚打井的事儿。那水柱子喷出来的时候啊，足足有7、8米高。沈燕，你那个养殖技术能不能教教我？进来吧。选种要看鸭苗的活力，绒毛要紧贴身，叫声要洪亮。饲料的蛋白比例我写张表上，不接再配不一样。缠肾病防控，你注意看这种症状，你回去做做，有什么不懂再问我。血口伤的电话写在背面了，你到时候报我的名字，他能给你正常价。赵叔，机会我给你了，能不能抓住是你自己的事。反正鸭子又吃不出好坏，省下来的不就是赚的吗？沈燕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教的技术有问题，你就是故意要害我，我的鸭子全死了，你得赔我。赵叔，你自己去问问那些鸭子，是我的技术有问题，还是你换了饲料？慢点，慢点，轻拿轻放。这批莲藕可是县里大高定的。沈老板，下个月的货给我再加3成。你这生态农场的牌子打出去之后，城里那边公牧用没问题，但价格得按新合同走。行啊，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，我砍价都砍不动你了。这800亩塘，采断过我第1根藕苗，也见证我第1次站起来。现在，是我全部的未来。